中国6代战机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这架飞机能在高空高速飞行时几乎无声，这一特点背后隐藏的技术进步，让人不禁思考，现有隐身战机可能正面临着换代的风口。要实现真正的隐身，战机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深入探讨一下吧。首先，必须具备低雷达界面和低红外线特征。这次曝光的美国新机型，在高空高速飞行时几乎不产生噪音，这意味着飞机与空气的摩擦极小。减少摩擦的直接好处是降低飞机的红外线签名。想象一下，即便是像 F-22这样先进的战机，在高速飞行时也难以避免释放大量红外辐射，尤其是尾喷口的热量排放，加剧了这一问题。虽然 F-22已经进行了雷达隐形处理，但为了减小红外线的显著性，它依然采取了2元尾喷口和冷却隔热技术来降低外露部件的温度。S 型进气道也有助于遮蔽发动机热部件。然而，尽管这些技术有所帮助， F-22在红外隐身方面仍有局限，尤其是面对新一代的长波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如今，美国似乎找到了新的解决方案，就是最近曝光的 X-59验证机。它的机头比机身还要长，并且即使在高速飞行时，依然能够保持低噪声，极大地减少了机身与空气的摩擦，从而减少了红外特征。X-59不仅是外形独特，而且还是美国近年来持续进行的验证机计划中的一员。这些验证机的每一款都旨在测试某种前沿技术，从 X1、X2 到 X5、X6，再到 X13、X14，每一款都为突破航空技术的界限做出了贡献。X-59来自 NASA 的低音爆飞行验证计划，它的目标是解决超音速飞行时产生的音爆问题。音爆就像水面上的波纹，当飞机突破音障时会形成冲击波，并在地面上产生震耳欲聋的雷鸣般声音。为了减少这种噪音，必须减少冲击波的生成。早在1970年，美国就与康奈尔大学合作研究如何通过调整机身冲击波的相位差来相互抵消，减少对地面的影响。尽管那时技术限制使得这一理论没有得到验证，但进入21世纪后，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解决这一问题的机会来了。2016年 ，NASA 与洛克希德合作启动了 X-59项目，旨在实现静音超音速飞行。X-59验证机采用了4项关键技术：声音塑形设计、低噪声集成推进系统、超声速自然存留后掠翼设计，以及创新的座舱外部视镜系统。飞机外形非常独特，机头长而锐，使用了大后掠三角翼与 V 型尾翼的布局。双涡扇发动机安装在机尾，进气道被三角翼遮挡。单座驾驶舱设计也非常流线型。X-59的最大速度可达1.5马赫。设计时通过狭长的机身和独特的气动布局，将冲击波压缩并减少与空气的接触，确保噪音控制在75分贝左右，相当于关车门的声音。当它以14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飞过时，地面的人们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只能听到轻微的砰砰声。为了解决音爆问题， X-59采用了高效的推进系统，其中包括先进的气动塞式喷管和噪声屏蔽设计。它的进气道采用了流线跟踪和外部压缩设计，可以引导涡流远离飞机本体，减少音爆效应，并有效降低飞机的飞行噪音。总的来说， X-59不仅是美国航空技术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有望为未来的战机设计和航空技术创新提供新的思路。随着这种静音超音速技术的不断推进，未来的隐身战机可能会有更强的能力挑战现有的技术极限。在超音速飞行的设计中存在一个矛盾：超音速飞行需要小尺寸风扇以提高效率，而低噪声设计却需要大尺寸风扇来降低噪音。这一挑战一直是洛克希德的研究重点，但他们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确保飞机在起飞和超音速飞行时都能保持优异的性能。X-59的设计中，关键的创新之一是超声速自然层流后掠翼。通过精心设计机翼的压力梯度， X-59能够延缓气流的湍流转变，减少飞行时的阻力。此前 ，NLF 自然层流机翼技术通常用于小型飞机或具有小后掠角的设计，但随着 X-59后掠角的增大，流场会变得不稳定，导致机翼前缘的气流转为湍流。虽然洛克希德曾与艾伦公司合作研究过
层流机翼，但这些技术并不完全适用于当前 X-59的低噪声和音爆速性要求。不过 ，NLF 技术仍具有巨大潜力。NASA 在过去几年积极推进了超声速自然层流翼的研究，证明这种设计对于减小飞行阻力并保持音爆速性完整性至关重要。然而 ，X-59作为一架有人驾驶的飞机，巨大的机头设计带来了新的挑战。传统的飞行员视线已经被机头遮挡，因此如何解决视线问题成为了一个难题。在超音速飞机设计中，尖锐的机头通常有助于减少音爆，但也给飞行员带来视野上的困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洛克希德没有像协和号那样采用复杂的下垂式机头设计，而是为 X-59设计了专门的外部视景系统。该系统包括一个安装在机头上的 4K 高清摄像头和双摄像头多光谱红外增强视觉系统。这套系统通过实时显示外部环境，帮助飞行员在起降、进出机场时获得额外的视觉辅助。该技术自2021年开始测试，并且已经在一些其他飞机上进行了验证。外部视景系统结合了传感器、计算机和显示技术，通过 4K 摄像头将外部环境实时传输到飞行员的显示屏上。同时，底部的伸缩摄像头和顶部的辅助摄像头共同工作，确保飞行员能够像使用传统视线一样引导飞机进行起飞、着陆，并避免与其他飞行器发生冲突。此前，这项技术已在 UC-128公务机上进行了测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目前 X-59项目正在进行3个阶段的测试。第一阶段是基本的飞行性能和安全性测试，确保飞机能够承受预期的飞行载荷。第二阶段是噪音测试，测试飞机飞行时的噪音水平。第三阶段将在2024至2026年期间进行，计划让 X-59飞越多个城市和乡镇，并评估飞行过程中对地面居民的噪音影响。通过这一系列的创新和技术突破， X-59将为超音速飞行技术带来新篇章，并为未来的高性能飞行器设计提供宝贵的经验。超音速飞机的研究在美国始于20世纪50年代，随着亚音速客机的普及以及 F-107等首批超音速战斗机的出现，航空界一直致力于追求更高的飞行速度，并将超音速飞行视为未来发展的关键方向。这种飞机理论上可以在相同的时间内运送更多乘客，同时减少人力和维护成本。因此，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等国都对超音速飞行项目充满兴趣，特别是美国。他们认为，凭借强大的航空技术积累，开发这种飞机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任务。为此，美国启动了国家超音速客机计划。然而，计划的推进中，美国没预料到环境问题的突然提出。有声音指出，超音速飞机产生的音爆可能会损害地球的臭氧层。尽管尼克松总统曾给予项目支持，但国会未同意为其提供资金，这导致该项目最终未能继续推进。与此同时，英法合作的协和号和苏联的 T-144 超音速客机先后取得了突破，使得美国在这一领域处于落后状态。为了不被其他国家甩在后头，美国的静音超音速飞机项目经历了多次启动与停滞，直到21世纪初才有机会重新开展相关工作。那么 X-59作为一架验证机所采用的新技术能否应用于战斗机领域呢？静音超音速飞机在飞行时产生的音爆对于飞行员的影响较小，因为战斗机的驾驶舱密闭设计能够有效隔绝部分噪音。此外，战斗机座舱的特殊材料和设计进一步降低了噪音。飞行员的头盔具备了降噪功能，能够完全隔离外界噪声，包括超音速飞行时的发动机音爆。基于这一点，静音技术对飞行员的实际价值并不大，唯一可能受益的技术则是隐身技术。然而，战斗机隐身技术的进展却远远落后于反隐身技术的提升。未来可能会有一种防御系统，能够通过监测战机超音速飞行时产生的激波来定位飞机的位置。因此，静音超音速飞行技术对于战斗机的应用在短期内可能性不大。最根本的原因是气动布局和隐身设计的问题。显然，不能简单的将 X-59的长机头设计应用到战斗机上。此外，战斗机经常需要进行复杂的机动操作，这在超音速飞行时会带来更多挑战。超音速飞行时，战机会产生激波，增加飞行阻力，并可能在机身前方积聚。这种激波的堆积
和突破音障时气流的不稳定，可能导致机体抖动，使得飞行操作难度增加，带来一定的飞行风险。为了安全突破音障，各国的科研机构已经提出了多种应对方案，包括优化战机的气动布局，将气动中心后以增强稳定性，研发新型低涵道比涡轮喷气发动机以提高动力，以及使用后掠翼设计来减少超音速飞行的阻力等。虽然静音技术能够有效减轻音爆带来的影响，但它对战斗机的实际应用并不显著。X-59的机头设计和气动布局显然是为了静音超音速飞行而优化的，但这可能会影响其隐身性能。为了全面提升隐身能力，战斗机更需要维持已验证的气动设计。因此，尽管静音超音速技术在某些领域有应用价值，但直接将其应用于战斗机可能并不合适。最理想的情况是在不改变现有气动布局的基础上，能够实现静音超音速飞行。未来的发展还需进一步观察。如果像美国的黑鸟侦察机能够采用静音超音速飞行技术，可能会对航空领域带来深远的影响，甚至可能成为规则的改变者。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